认错。视频中那道女生揭开于梦龙生前的最后恐惧。坠落的那一夜，9月11日的夜色像被撕开的抹布，厚重的让人喘不过气。北京初秋的风从高楼缝隙间钻出，带着淡淡的酒气与雾气，在灯火下晃动。那晚，于梦龙与几位圈内好友在朝阳区某栋高层公寓聚餐。房间里的笑声、音乐与酒香交织成一场浮华的幻梦。他看起来心情不错，主动敬酒、拍肩，甚至和服务生开玩笑。可有朋友注意到，他笑得太用力，眼神里藏着一抹不安。那晚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人要干干净净地活着。凌晨2点37分，一声闷响打破了沉睡的城市。有人坠楼，灯光聚焦在那具身体上，于梦龙。他的笑容永远定格在那一夜的寒风里。警笛与沉默，警车的灯光在楼下的湿地上闪烁，红蓝交错，如蛇蜿蜒。保安最先发现坠落的身影，当他冲到近前时，那具身体已扭曲成不成样子。警笛呼啸，救护车疾驶而来，人群聚拢，议论窃语，手机闪光灯不断亮起。这一幕像是一场失控的新闻直播，却没有人真正悲伤。警方迅速拉起警戒线，程序化的封锁、拍照、取证。天边微亮时，通报已出：酒后意外坠楼，排除他杀。9个字如一块沉重的石碑。人群散了，楼下恢复平静，只有风仍在讲述那场无人相信的意外。疑点开始浮现，互联网没有沉默的夜。3天后，一个匿名账号上传了一段10几秒的视频，画面抖动模糊，一个男子被拖拽在地，手脚无力。模糊的灯光下，他的体型与于梦龙极其相似。伴随着画面传来一声刺耳的女声，让他认错。接着传来重击声、喘息声、呻吟声。视频戛然而止，那一夜的真相被重新点燃。评论区炸裂，他不是自己摔下去的。那声音是谁？他在逼他说什么？每一次转发都是对意外坠楼4个字的质疑。第4章，内部人士的爆料。视频发酵的第2天，一名自称于梦龙圈内好友的内部人士接受匿名采访。那晚的酒局不对劲，他低声说，他原本不想去，是被请去的。席间有人故意刺激他，敬酒，让他喝到失态。有人当众骂他，说他不懂规矩，不识时务。于梦龙没反击，只是笑了笑。那笑里有一丝无奈，也有愤怒。他太真了。那名朋友哽咽，他拒绝不干净的事，所以被孤立。而在他去世前1周，他还曾发过一句意味深长的朋友圈：光太亮的时候，影子会躲得更深。那时没有人懂尸检报告的惊人内容。10月10日，一份署名北京盛唐法医中心的报告被匿名上传。报告细节让人不忍直视：下颌牙齿全部脱落，鼻骨粉碎性骨折，胸腔多处骨折，肝脏撕裂，心包积液，生殖部位严重受创。更诡异的是，报告中提到部分伤口有旧痕迹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并非第一次被伤害。网友震惊、恐惧、愤怒。有法医在评论区留言，这些伤不是坠落造成的，是暴力造成的。真相似乎不再模糊，而是被赤裸裸地压在冷冰的报告上。法医的声音。一位匿名法医专家在采访中冷静地分析，坠楼伤有明确的轨迹特征，但于梦龙的伤口分布极不合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低了下去。这种情况更接近于坠落前遭受暴力殴打，甚至酷刑。主持人沉默了几秒，才问，那他还有可能被救吗？法医摇头，不，即便不坠楼，他也已经被打到濒死。那一刻，直播间安静到能听见呼吸声，所有观众的心都在发抖。宋怡人的影子。网友用声纹比对后发现，视频中那句让他认错的女生，与演员宋怡人相似度高达 98%。她曾是于梦龙的合作搭档，也是他的旧友。他们曾在节目中笑着互动，
台下也传出过暧昧传闻。但在于梦龙去世后，他第一时间关闭微博，取消行程，拒绝采访，几乎一夜之间消失。网友开始挖掘他的旧访谈，他太正直，不适合这个圈子。他说，现在听来像是一种冷笑。他是受害者、目击者，还是参与者？没人知道。被沉默的真相，警方依旧拒绝重新调查，多家媒体求证未果，案件已结。这4个字像堵墙，可网友并不信。有程序员用算法分析视频帧率，确认视频时间戳与坠楼时间仅差15分钟。视频画面里的一盏落地灯被识别为当晚宴会公寓客厅的同款，一切都在指向一个事实，他是坠楼前被殴打。可是视频消失了，上传者账号被封，剩下的只是一群网友在黑夜里寻找真相的灯。朋友们的反应，于梦龙的追思会低调举行，场馆布置简洁，照片中他仍旧微笑着。高泰武泪流满面，那天我没拦住他。导演程青松拒绝回答记者，别问了，有些话不能说。一位工作人员悄悄透露，那晚的来宾名单被销毁了，送仪人未现身，只有那束白玫瑰孤单地摆在他的遗像前，蜡烛的火焰轻轻跳动，像他未说完的话。公众的愤怒，井号 Justice for Yu Manlong 成为全网最热话题，微博阅读量突破3亿，短视频平台热搜被刷屏，人们开始自发制作短片，写信请愿，我们要真相，不要结论。他是公众人物，不该被沉默。越来越多艺人点赞转发。一位年轻演员在直播中哭着说，梦龙哥是他教我别低头，可现在他再也抬不起头了。观众沉默。那一刻，网络不只是舆论，更是控诉。幕后黑手，消息传出，有人在暗中删除所有相关帖子，举报、封号、追踪 IP， 但越掩盖越显得心虚。有自媒体爆出，视频原来自宴会现场监控，可监控硬盘在事发后第2天损坏。一位娱记说，有人怕这事闹大，但舆论的浪已经卷不住了。另一位记者更直白，娱乐圈的黑不止一层，真相像一具被掩埋的尸体，越深埋越发臭。灵魂的回声，于梦龙的旧微博仍有人留言，梦龙，如果有天堂，希望你再也不用笑着忍，你的干净成了别人的罪。粉丝在他的墓前点蜡烛，放白花，有人带着他主演过的剧本，轻声读完最后一句台词。风吹过蜡烛，向他在轻声回应。他留下的不只是痛，还有觉醒。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圈内暴力资源压迫潜规则。他的死成了一场迟来的革命。结尾与希望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一夜的全部真相。那些文件、影像、录音或许早已被销毁，但他的离开让人们看清一个残酷的事实：真相可以被掩埋，但不能被杀死。有人说，正义迟到，但不会不到。也有人说，他只是另一个被权力吞噬的名字。可无论怎样，于梦龙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：善良不是懦弱，沉默不是无力。每一个愿意说出不要再这样的人，都是他灵魂的延续。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相信真相值得被揭开，正义值得被守护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认为那一夜是意外还是谋害？你的留言可能是改变的开始。别忘了关注我们，下一个故事也许会比这更震撼，也更接近真相。